网络上看到一位阿公去早餐店，阿公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要来一份三明治。”老板说：“好，要实名制哦。”不要了，我刚才盖三明治的后，实名制我讲不完了。不是啦，叫你在那个条码上面去扫一下实名制啦。疫情让你心情都很紧绷、焦虑吗？胡乃文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疫情让你担忧、焦虑、喘不过气吗？疫情期间啊，生活节奏都已经被打乱了，许多的事情都搞得不确定了。然后呢，上捷运也不方便，什么都不方便了。担忧啊、恐惧啊、烦躁啊等等这些情绪呢，搞得你是喘不过气了吗？其实有许多人是不太容易察觉自己的情绪的，简单的就能够测出自己有一段时间不快乐了。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开怀大笑了呢？还是好好的笑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别担心，吃对食物就能够拥有快乐的荷尔蒙，不被焦虑、担忧所绑架。鲔鱼吃了可以让人情绪很好，为什么呢？鲔鱼是一种深海鱼，它富含很好的蛋白质，叫做优质蛋白质。那40多年前啊，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。美国呢，那个鲔鱼罐头是很便宜的，大概1块钱可以买，大概就可以买1罐。而这个鲔鱼罐头买回来以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时候我想，哎呀，鲔鱼罐头酸酸的，我不是说那么爱吃，但是它的蛋白质太好了，所以就勉强吃吧。有一天突然想到，哎，我妈妈以前炒肉松、炒鱼松，我还记得那个是怎么样做的。于是呢，就把这个鲔鱼罐头啊，就拿来炒鱼松，因为它里头油也很多啊，就把它直接放在菜锅里头，然后呢就去炒，一直炒到干，炒到快干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糖，让它出一点甜味。那这个鲔鱼松吧，就做出来了，非常简单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旅行的时候呢，有个外国人，他们在旁边，一个小孩子问：“哎，阿嬷，他们在吃什么？”可能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吧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那个阿嬷就真的跑来问我，我就说，对，它真的是高蛋白食物，它叫做鲔鱼松。我这样子讲了以后，他好高兴哦，我学会了，以后回家去也可以抄给他的孙女吃啊。那这个鸡蛋呢，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减压食物，因为它里头的蛋白质也是优质蛋白质。鸡蛋里头呢含有大量的胆碱 choline 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是脑里头啦，还有各种细胞啊，它的这个细胞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。可是很多人就怕这个 choline 叫什么？他说里头含 cholesterol 也很多啊，叫做胆固醇也很多。其实不要紧，那个胆固醇多，但是里头还有卵黄油，卵黄油可以把那个胆固醇就给这个清掉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做一个鲔鱼葱蛋，让你的晚餐加料。鲔鱼我刚刚讲过，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，蛋也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，你知道吗？葱里头也有相当多的好的氨基酸，把它合在一起的话就非常好了啊。鲔鱼、葱、蛋这3样加在一起，吃完了以后心情好了，那么看到孩子他就是不努力读书，或者说有点调皮，你也就没什么了不起，就过去了嘛。黑芝麻是非常好的啊，例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很喜欢吃那个芝麻糊啊，或者是吃芝麻糖啊，吃完了以后都觉得心里面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芝麻它确实是非常好的，黑芝麻里头又含有很大量的蛋白质。而且在中医来看，只要是黑色的就能补肾。那么这个黑芝麻呢，能够补肾，能够黑头发，对于肾虚的人非常的好。推荐素食的朋友，你可以早餐呢喝一个豆浆的时候呢，你就加一点点黑芝麻，补肾，脑袋就会清醒，身体就会看稳了。像我呢，黑巧克力就是一种非常让我快乐的食物。吃了以后呢，又快乐又幸福。压力大、心情烦躁的时候呢，来一块黑巧克力，照顾一下自己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觉得吃巧克力觉得幸福的道理，大概也就在这里。但是尽量挑选那个浓度70% 以上的那种黑巧克力比较好哦。我读大学的时候啊，一个同学他说我要做一个拔祖，我说什么叫拔祖？我都听不懂啊。我就说你讲拔祖是什么？他说
拔子哦，台语就叫做拔辣哦，我才知道原来怎么样，他是把这个台语的这个拔辣这个音呢，直接翻译成为中文叫做拔子。不错，也真的是这样的。有的人说假拔辣剂、棒庆剂，说什么因为吃拔辣吃的那个籽儿啊，吃的多的话呢，就会容易便秘，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就是了。好，拔辣里头呢富含维他命 C 啊，可以使人的身体合成多巴胺，然后让人有自信、快乐。今天的晚餐之后，就快快乐乐的来享受一个拔辣吧。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：不发胖而休闲解馋的食物。这中国人很好玩啊，他不像外国人，外国人吃鱼要吃鱼肉，所以呢，鱼有鱼排，就专门吃鱼排。吃鸡呢，他就只吃那个鸡肉的部分，那鸡爪子啊，或者鸡翅膀啊，这些给谁吃啊？我们华人啊，在外国买了这个东西回来啊，卤一卤吃，哎呀，还真棒。其实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人家就会说，你连这些东西都吃，不是？这些其实它是很解馋的，你知道吗？能够吃这种解馋的休闲食物，其实是蛮快乐的呢。例如说鸡爪啦、小鱼干啦、鸭爪子啦，还有呢就是牛肉干啦，还有话梅啊、小番茄啊等等这些。什么蓝莓、覆盆莓，还有蔓越莓等等这些小东西啊，你别看那些他们。前面这些是卤的，它是有一点点蛋白质营养；后面这个水果类呢，它也是没有什么淀粉，没有什么糖类，所以你吃了以后也又解馋，而且还有对身体好。例如蓝莓、覆盆莓、蔓越莓等等呢，它们又可以使得你的肾脏啊、泌尿功能啊会比较好一点。吃了以后晚上不会老起来上厕所，而且对眼睛也非常好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那我知道在大卖场都有，你都可以去大卖场购买了。五谷类就是很棒的啊，其中呢，黄豆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快乐食物，而且黄豆啊，它这东西很奇妙，它里头呢含的蛋白质很多，而淀粉很少，因此呢，你假如说有疑虑怕长胖的人，你只要营养不要长胖，这样子的人呢，你可以多吃一点像黄豆之类的，尤其它的蛋白质又是很优质的蛋白质，蛋白质被吃进身体里以后啊，它会被打断成为氨基酸，各种氨基酸都存在，其中有一种叫 glutamine 呢，我们现在被翻译成为什么，像是类似什么脯氨酸，那味道其实就跟那个味精的味道是很像的，也就是它是天然的味精，而天然的黄豆里头、鱼啊、肉啊里头都有这种天然的味精。这些蛋白质啊，吃下去是非常好的，可是有的人呢，他却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够很好的消化蛋白质的话，也有一些可以取代的，例如纳豆啦、味噌啦、豆腐乳啦这些东西。那我所知道的白粥配豆腐乳啦，或馒头上面这个涂一下子豆腐乳啊，都是非常好吃的，而且非常下饭。我们北方人很喜欢用这个馒头上面涂个豆腐乳，就直接这样就吃了一餐了。需要舒压，随时帮自己和家人冲泡一壶快乐舒压茶饮。合欢皮2钱，红枣5颗，冰糖适量，放在茶杯里头，倒500cc 的热开水冲，然后盖着浸泡，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喝了。一星期喝个几次，喝个3次吧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喝，没什么禁忌。疫情让爸爸妈妈焦虑到不行，孩子是不是越看越有趣还是有气呀？搞不清楚啊。那个疫情的期间呢，孩子因为在家里上课，没几分钟他就说：“妈妈，我要上厕所，我要喝水。”一下子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吃点什么东西，就这样的啊。要说你是这个父母啊，我想有的时候真的想拿鞭子来伺候了啊，东摸西摸的。爸爸在旁边呢，实在越看越气啊，你会觉得嘿，满屋搞塞溜哈。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？来做一个深呼吸，
深呼吸的方法，我以前有讲过啊，在手上呢有一个穴道叫做阳溪穴，阳溪穴呢就在这个大拇指的后头手腕上这个穴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洞啊，就这个穴叫阳溪穴，你轻轻按下去，你再深呼吸试试看，你会觉得比以前深呼吸的时候呢，能够进入肚子里头多一点。其实这个深呼吸又叫做腹式呼吸，它顺便呢也可以使得你飙高了的血压降下来，因为情绪一旦平稳了，血压就正常了。记得以吐气为主，像一方集解里头教给我们，他说不要出声，但是呢，我现在用出声的方式念给你听啊，你看。当我刚才这样的一直撕到下到最后呢，这个气全部吐光了的时候，再吸气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气一直就吸到了肚子里头去，这就是腹式呼吸。学唱歌的人，假如能够用这一个字，让你的气能够吐完，再吸气，你会觉得吸气可以吸得很深很深，就这样一呼一吸，来回6次。你知道能够怎么样吗？能够使得你的肺、肾的功能都在增强。你知道吗？中医古时候讲啊，他说呼出心与肺，吸入肝与肾。就是假如你在呼吸的时候，你的呼出的气很短，表示说你的心跟肺有问题；吸入的气很短，表示你的肝与肾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法，也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肝肾或者心肺有病。爸爸妈妈长时间跟孩子近距离的这样子相处，尤其是一整天都这样相处，孩子的缺点呢，就一直让你觉得好像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假如说你能够的话，放宽你的标准来看孩子，尤其孩子在调皮的时候，他的想法跟你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，其实他在那个时候他也在学习很多的东西呢。那好太太们，你就把你的标准放宽，有的时候不要太过度的，一定要求人家如何的话呢，期望不高，心情就放松了，和家人的相处起来就要愉快得多。有粉丝问我啊，他说你能不能讲一些穴位的由来啊？今天讲一个穴，这个叫做益溪穴。你听益溪2个字儿，这有啥意思啊？还没啥意思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就是一句话。就是怎么样？当你觉得很疼痛的时候，你会讲咦，会不会这样的？这就是益溪穴，就是这样得来的，叫做益溪穴，就是压到它，压对了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会痛得不得了，真的会叫咦。好，这样子，它在哪里呢？在背部啊，背部它是在膀胱经，从这个中间的脊柱这个地方啊，第6个胸椎。往旁开3寸的地方，这个穴就叫做益溪穴。所以穴位的由来呢，每一个穴它大概都有它一定的意义。那益溪穴就是压到很痛而会发出一个声音来的那一个穴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如果喜欢，请记得按订阅和加小铃铛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